只要把美国本土前进置于我战略核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就一定能打消美国人用核武器解决战争的妄想。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暴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有人考虑要对中国发动有限核战争，这个危险的想法必须立刻遏制。就在全世界高度关注乌克兰战争的同时，美国的一些人也没忘了中国，没忘了台海问题。最近呢，几位美国战略研究人员用小说的形式对台海战争的前景做了一个预测，推出了一本叫做2034的小说。这本小说描述了美国是如何出兵台海，如何恼羞成怒之下动用核武器，最后又如何输掉了这场战争的。战争小说往往体现了作者的个人情绪，很难作为战略研究的依据。但是这本小说居然引起了一些专业人士的共鸣，其中有个人叫做贾斯汀·林奇，之前呢是陆军的军官，曾经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美国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委员会和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公职，虽然不是高官，但也算得上资深人士了，他就很有同感。这本小说有3个关键点，首先是美国可能打不过中国。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在朝鲜、在越南都与美国较量过，结果是谁最后灰头土脸，谁心里最清楚。将来在台海也一样，美国自己也已经推演过多次了。但是这个林奇说，现在很多美国人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一点。多年来，美国军方是大肆的吹嘘自己武力强大，天下无敌。美国军队很强大是真的，天下无敌那就要看对手是谁了。其次是美国在新技术和新概念武器方面未必都领先于中国。这个林奇在书评中讲啊，精确制导弹药、电子战系统和网络武器早就不是美国的专利了，其他的国家已经掌握了类似的技术。美国的传统优势不复存在，而且到了2034年，网络攻击、隐形水面舰艇和电子战的结合会让美军的指挥控制体系崩溃，上级找不到下级，跟解放军打个平手都很难，吃亏失败才是大概率的事件。第三是美国有可能选择有限的核战争。在小说里面呢，美国的竞争领导人因为获胜无望使用了核武器，但是没有升级到全面核战争，战争呢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只是小说，但这体现了美国战略研究界甚至整个美国的社会舆论当中的一个危险的思想，那就是一旦打不过中国，可以扔核武器。我们都知道人类制造了太多的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几十遍都有富余。过去大家对核战争的后果还是很清楚的，虽然也有人提出有限核战争的想法，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都研制过战术核武器，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要扔了第一颗核弹头，后面的事情就完全失控了。战术核武器也是核武器啊，没有任何国家承诺过遭到了战术核打击不会启动战略核报复啊。所以美国和苏联在任何一场战争之中，即使在越南战争和2场阿富汗战争中，在对手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在面临着战局要崩溃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动用核武器。麦克阿瑟倒是在朝鲜战争中考虑过用原子弹攻击志愿军，但是立刻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否决，这东西是不能乱扔的。按理说，理论研究界有人脑子发热，考虑核武器的选项，美国政府应该脑子清楚一点吧。但是从连续2届美国政府的表现看，我们真的不能太乐观。特朗普政府不但毫无顾忌地发起了对华贸易战，还指示加拿大政府非法扣押了中国公民。不但如此，特朗普还对自己的盟国敲诈勒索。在面对新冠疫情威胁的时候，特朗普还满口胡言，先把它称为大型流感，然后建议老百姓给自己注射消毒水。取而代之的拜登更是昏庸，支持率是一路向下。这样的美国政府如果真的打算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在吃了败仗之后，会不会选择扔原子弹，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当然这不是开玩笑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头脑发热发昏的美国领导人怎么办呢？恐怕需要像俄罗斯那样用一定的手段来展示我们战略核反击的决心。
要让美国上上下下都清楚的知道，只要他们首先使用了核武器，无论什么品种，后面的事情就由不得美国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 也好，所谓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 TMD 也好，在我们的东风快递面前压根儿就是一把破伞。只要把美国本土前进置于我战略核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就一定能打消美国人用核武器解决战争的妄想。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